你是否曾感觉自己的一整天因为一封意想不到的电子邮件、一句严厉的批评或一次交通中的简单粗鲁行为而被毁掉？你是否曾注意到一阵愤怒或焦虑的浪潮如何能完全劫持你清晰思考的能力，让你说出和做出几小时后会深感后悔的事情？这种感觉就像风中之叶，被任何逆境的吹拂所席卷，不仅令人不适，更是一种监禁。它证明了某些外部事物，某些你无法控制的东西，有权主宰你内心的安宁。你觉得是你的情感，而非你的理性，在掌控你的命运。而这种无能为力的沉默认知，是你每天背负的沉重负担，耗尽你的精力，限制你真正的潜力。如果你对此感同身受，要知道你并不孤单。这是未经训练的人类心智的默认状态，一个刺激与及时反应的恶性循环。你生活在一个没有城墙的情感战场上，任何外部的挑衅都成为一个侵略者，掠夺你的安宁，破坏你的决定。随之而来的悔恨，以及明知自己本可以采取不同行动的挫败感，只会为下一个反应循环火上浇油。你成为环境的傀儡，你的幸福变得脆弱，依赖于一个混乱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就其本质而言，永远不会持续的友善或可预测。这种持续的脆弱性令人筋疲力尽，正是它阻碍了你成为你所知道的那个可以成为的冷静、专注和不可动摇的自己。但有一条出路，有一种心智的技术，一种在战场上和权力走廊中锻造出来的古老科学，只在你内心建立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一种内在的架构，让你不是压抑你的情感，而是在不被他们主宰的情况下观察他们。在这段视频中，我将教给你建造你内心堡垒的4道城墙的蓝图。在我们旅程的终点，你将不再是风中之叶，而是暴风雨经过时屹立不倒的山脉。你将学会拥有驾驭任何困难所需的冷静和情感控制力。要开始，请通过订阅频道来宣告你这趟旅程的第一步，并评论你从哪个城市或国家开始这项建设。解决这种混乱反应性的方案，不是现代的生产力技巧或肤浅的积极肯定，它是一项古老得多、更坚固且经受过战斗考验的技术——斯多葛主义。但请忘记那些穿着长袍、留着胡子、讨论着尘封抽象概念的哲学家形象。我们将以其真实面目来对待斯多葛主义，一本人类情感系统的操作手册，一个旨在建立韧性和个人力量的真正的心智架构。它是一套工具，曾让皇帝、将军和奴隶不是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而是在炮火中找到安宁。这不是一门供研究的哲学，而是一种在生活竞技场上日常挥舞的武器，一个你将安装的操作系统，用以取代焦虑和冲动反应的默认程序，换上一个清晰和审慎控制的程序。首先，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情感控制的含义。这里的目标不是变成一块石头，冷漠、无情、没有感觉，那将是不人道的，也是无效的。目标是达到我们称之为战略清晰的状态。想象一位将军站在山顶，观察着下方战场的混乱，他感受到紧迫感、肾上腺素、恐惧，但他不被他们所主宰，他将他们用作数据，以做出更明智的决策。战略清晰是你登上那座心智山丘，将你的情感视为信使而非独裁者的能力。它是建造一座内在的城堡，一个如此坚固的精神结构，以至于情感的风暴可以在外面咆哮，却无法推倒你的城墙。因此，冷静不是没有混乱，而是在混乱中维持你内在的权威。这种智慧并非新生事物，它由历史上一些最具韧性的头脑锻造和提炼。我们谈论的是像马可·奥勒留这样的人，这位罗马皇帝统治着已知的世界，但每晚都在他的私人日记中写下关于最艰难的战争，对抗他自身缺点和冲动的战争。我们谈论塞涅卡，罗马最富有的顾问，他用这种哲学来驾驭政治阴谋、流放以及他自己的死刑判决，并保持了尊严与冷静。我们还谈论艾比克泰德，一个生为奴隶、身体残破的人，但他发现真正的自由不在于打破他身体的锁链，而在于主宰他自己的心智，证明了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可以囚禁一个选择自由的灵魂。他们是我们最初的建筑师。
你将建造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城墙是二分法之墙，这是你整个堡垒的基石，是将理智与混乱分开的不可协商的原则。其规则的表述极其简单，但其应用却极为深刻。你必须学会以外科医生般的精确度，将所有完全在你控制之下的事物与所有不在你控制之下的事物分开。艾比克泰德，那位成为自己主人的奴隶，完美地总结了这一点。在他的控制圈里，只有他的感知、他的判断、他的选择和他的行动，圈外则是字面上的其他一切。别人怎么想，经济、天气、过去、未来，甚至你身体的健康。从今天起，你唯一的任务就是将你100%的精力、注意力和担忧完全投入到你圈内的事物上。这种分离行为不是一个建议，它是安宁的一条基本法则。想想你每天浪费了多少精神和情感能量，你因为堵车而感到沮丧，这是一个完全超出你控制的事件。你因为一个同事的意见而痛苦，这是一个完全属于他的感知。你为过去的一个决定而后悔，那是一个已不存在的时间。花在这些沉思上的每一秒，都是你从自己的堡垒上拆下一块砖头扔向虚空。建造二分法之墙就是停止这种力量流失的行为，它是一个宣告你的心智是一个主权领土，你的资源将不再被浪费在你无法赢得的战争上，在不属于你的土地上。当内化这道城墙时，你开始在一种新的存在物理学下运作。外部事件失去了发生在你身上的力量，而变成了仅仅是发生的事件。某人的冒犯变成了仅仅是某人的意见，交通堵塞变成了仅仅是道路的状况。它们是宇宙的中性事实，就像下雨一样。力量不在于事实本身，而在于你的解释和你的回应，而这两件事儿光荣的完全在你的掌控之中。这是第一个伟大的解放，认识到你大部分的痛苦并非来自事件，而是来自你对他们的错误抵抗，以及你徒劳的试图控制不可控制物的尝试。和平不是通过改变世界找到的，而是通过主宰你的内在王国找到的。立即出现的内部冲突是巨大的，因为我们被条件化去相信相反的事情。社会向我们兜售一种幻觉，即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我们就能控制结果、他人的意见和生活的流向。我们被教导要与风抗争，要对潮汐感到惧。你的心智出于习惯，会不断地试图将其触角伸向不可控的圈子。他会说，你需要担心你老板的想法，你需要对世界的不公感到愤怒，你的安宁取决于一个特定的结果。这是你旧的反应式程序的声音，是活在你内心的环境奴隶的声音。遵守这条规则是困难的，因为它要求对这种自然且根深蒂固的倾向保持持续的警惕。这是一场对抗自我的战斗，自我热爱控制的理念。他以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现实的幻想为实，承认交通、疾病或他人的意见从根本上超出了你的掌控范围。乍一看似乎是一种失败，一种软弱或被动的形式，但事实恰恰相反，试图控制不可控之物才是真正的软弱，因为它注定了你将进行一场永恒且必败的斗争，保证了你的挫败和浩劫。真正的力量，斯多葛的力量，在于将你的力量集中在它能产生真实和绝对影响的地方，在你自己的选择上。这是一个疯狂地对着空气挥拳的拳击手和一个等待合适时机打出精准而毁灭性一击的拳击手之间的区别。未经训练的心智以一种颠倒的现实地图运作，它将其90%的能量投入到它无法改变的事情上，而只将10%投入到它可以改变的事情上。你花几个小时反复思考一次过去的对话，想象你本可以怎么说，而不是专注于你现在如何能更好的沟通。你花几天时间为一次未来的演讲而焦虑，想象所有灾难性的场景，而不是专注于你现在力所能及的精心准备。打破这种模式不仅困难，更是一种革命性的自律行为。它要求你自觉地将你的能量从一个广阔的无用分心领域中撤出，并将其集中在一个虽小但极其强大的行动点上。这是你将做的最具挑战性也是最有回报的工作。习惯的惯性是你最大的敌人。从还提时代起，你就学会了对外部事物做出情感反应。一个低分，一句严厉的话，
一个坏掉的玩具，这些反应变成了自动化的你大脑中深深的神经通路。建造二分法之墙就像改变一条河的流向，它需要巨大的初始努力来挖掘一条新的河道。一开始，水会继续试图沿旧路流淌，会有那么一些天，你会发现自己对天气感到愤怒，对新闻感到焦虑，对万一念念不忘。训练不是关于再也不有这些想法，而是关于更快地识别它们，并坚定而无评判地将你的注意力重新导向你的控制圈。你每这样做一次，新的河道就会变得更深。想象一个弓箭手准备进行一次决定性的射击，他的任务是击中一个远方的目标。在他拉开弓弦的那一刻，一阵风开始吹来。平庸的反应式的弓箭手会专注于风，他感到沮丧，咒骂天空。他的紧张破坏了他的姿势和瞄准，他将能量浪费在完全超出他控制的事情上。而斯多葛的弓箭手则相反，他接受风作为战场的一个条件，他不会浪费一丁点能量去抱怨它，相反，他将他全部的注意力转向他的控制圈。他双脚在地面上的稳固，他呼吸的平静，他肩膀上精确的张力，以及他释放箭矢时的平稳。斯多葛的弓箭手理解一个基本真理，他射击的卓越性完全由他所掌控的变量定义。最终结果，箭矢是击中靶心，还是被不可预测的风吹偏，最终不在他的掌控之中。因此，他放下对结果的执着，而执着于过程。他的胜利不在于击中目标，而在于执行一次完美的射击。他做了所有他力所能及的事情，以最大的美德和卓越。如果风吹偏了箭矢，他这方没有任何失败，然后他可以从观察中学习并调整下一次行动，但他不允许自己被一个从未属于他的变量在心理上摧毁。这正是你应当面对生活中每一个挑战的方式。将这个比喻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中。你正在准备一次工作面试，你能控制什么？你对公司的研究，你答案的准备，你穿的衣服，你的准时，你沟通的清晰度。你不能控制什么？面试官的心情，他会问的问题，其他候选人是谁，公司的最终决定。普通人会焦虑，执着于他无法控制的事情。斯多葛主义者则毫不留情地专注于尽可能做好准备。他走进房间，以卓越的方式执行他的部分，之后他放手结果。以这种方式行事，不仅增加了你成功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无论发生什么，它都保护了你内心的安宁。你的自尊建立在你的努力之上，而不是外部的验证。这第一点的结论是一种几乎无法想象的力量的解放。通过建造这堵墙并热心地守护它，你回收了大量以前被浪费的精神和情感能量储备。现在，这些能量可以被重新投资于真正重要且你确实可以影响的事情上。你的项目，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品格，你的健康。你不再试图成为一部你无法控制的电影的导演，而是成为你自己角色的绝对主人。一直困扰你的慢性挫败感开始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专注的目标感和一种积极的平静。你明白，真正的无能为力不是无法控制世界，而是拒绝控制自己。这种实践将你从环境的受害者转变为回应的建筑师。世界可以向你投掷任何东西，经济危机、不公的批评、意外的问题，但这些都无法穿透你的堡垒，因为你的安宁不再与有利的外部条件挂钩，它变成了一个内在的决定，一个你积极培养的存在状态。你成为海浪拍打但仍屹立不倒的岩石，这是成为你内心城堡守护者的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它是所有其他城墙将建立其上的基础。没有它，整个结构注定会在第一场风暴来临时崩溃。因此，任务是明确的。从今天开始，拿一张纸画2个圈，在内圈里写上我能控制的事物，在外圈里写上我不能控制的事物，诚实地填写它们，然后做出一个有意识的决定，只将你的注意力和努力集中在内圈。当你的思绪飘向外圈时，温柔地把它带回来，把它作为你的日常练习，你的积极冥想。这个简单的练习，如果持之以恒的实践，有能力彻底改变你的生活体验。用行动取代焦虑，用宁静取代反应。你正在掌控唯一真正重要的帝国。
你的心智帝国。随着二分法之强的基础已经奠定，是时候建造第二个防御结构了——瞭望塔。这座塔代表着战略性暂停的实践，其目的是在外部刺激和你的回应之间创造一个刻意的空间。反应式的人操作时引信很短，刺激和回应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有人在交通中别了你一下，喇叭和咒骂是瞬间的，一封批评性的邮件到达，愤怒的回应在几秒钟内就被打出来了。瞭望塔是你的前沿观察哨，从那里你可以看到入侵的军队最初的情感正在接近，并有时间决定最佳的防御策略，而不是在混乱和绝望的肉搏战中措手不及。规则很简单易懂，但需要有意识的训练才能应用。在对任何重大事件做出反应之前，你必须设置一个暂停。这可以是一次深呼吸的时间，可以是数到10的行为，可以是从情境中物理性的离开1分钟的决定。这个间隔的目的不是为了压抑情感，它是为了给你理性的心智，你的前额叶皮层一个上线的机会，并接管，否则会被你的边缘系统及更原始和反应性的大脑部分所劫持的指挥权。在这短暂的时间空隙里，你将一个自动的反应转变为一个选择的回应。正如维克多·弗兰克尔所观察到的，正是在这个空间里存在着你的成长和你的自由。这里的内部冲突是紧迫性的暴政，我们原始的心智被设计用于生存，对他们来说，每一次挑衅都是一个需要立即反应的生存威胁。肾上腺素涌入你的系统，你的心跳加速，你的整个存在都在尖叫，立即行动。耐心和深思熟虑似乎是违反直觉的，几乎是危险的。现代社会以其即时性的文化放大了这种紧迫性，持续的通知，期望的及时回复，一切都在合谋缩短刺激与反应之间的引信。训练暂停就是逆着这股强大的潮流游泳，这是对你自己生物性和你所处文化的一种反叛行为。它需要一种信念，即一个深思熟虑的回应总是优于一个未经思考的反应。困难还在于，在情绪高涨的时刻，暂停似乎是我们最不想做的事情。当我们生气时，我们想发泄；当我们害怕时，我们想逃跑或攻击。情感是一种寻求立即释放的能量。插入一个暂停，就像试图用双手去控制一场爆炸。它在开始时需要巨大的意志力，你将不得不有意识地强迫自己停下来。你会感觉到那压倒性的冲动，想要大喊，想要打字，想要行动。你的任务是观察这种冲动，认识到它的本质，一场短暂的生物化学风暴，并拒绝成为它的奴隶。这是对情感说：我看到你，我感觉到你，但我不会盲目的服从你，我才是主导者的行为。想象一下，你正在一条繁忙的道路上开车，一个我们称之为克劳迪奥的司机危险地别了你一下。标准的反应及普通人的反应是及时的，喇叭响起，心跳加速，愤怒涌上心头，甚至可能说出一句咒骂。你允许一个陌生人克劳迪奥的行为完全决定你的情感和生理状态。现在想象一下，你正从你的瞭望塔操作，克劳迪奥别了你，刺激是相同的，但是你没有反应，而是设置了暂停。你深吸一口气，在这1秒的清晰中，你登上你的塔，从上方观察场景。你看到克劳迪奥不是一个个人敌人，而是一个可能因为紧急情况而迟到的人，或者只是一个糟糕的司机，或者可能正在经历他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从你的瞭望塔，你可以自由地选择你的回应，你可以选择什么都不做，只是继续你的路，为重要的事情保留你的安宁和精力。你可以选择感到同情，想象着是什么样的匆忙会让一个人如此鲁莽的驾驶。你甚至可以选择为避免了一场事故而感到感激。注意这其中的力量，克劳迪奥的行为没有改变，但通过未选择创造一个空间，你完全改变了你的内在体验。你不再是克劳迪奥鲁莽行为的受害者，而成为你自己平静的创造者。即使在道路上混乱不堪时，你也保持了对自己内在方向盘的控制。这就是战略性暂停在行动中的实践，用这个意识作为所有互动的模型。
你的孩子把果汁洒在地毯上，暂停，代替立即的吼叫。你呼吸，并选择一个有教育意义的平静的回应。你的老板发来一封带有严厉批评的邮件，暂停，代替打出一份激烈的辩护。你关闭邮件，走一圈，稍后再回来，起草一份专业且建设性的回复。瞭望塔成为你的战略总部，在这里，你分析情报，初始刺激，考虑你的选择，并以深思熟虑且有效的方式派遣你的部队。你的回应，而不是将他们送入一场自杀式的伏击。每一次你使用暂停，你都在加强自控的肌肉，并削弱反应的反射。这一点的结论是获得了真正的情感自由。自由不是没有挑衅性事件，而是选择如何回应他们的能力。没有暂停，你就是一个木偶，任何人或事件都可以拉动你的线。有了暂停，你剪断了那些线，你成为自己的主人。这种创造空间的能力，也许是人类可以发展的最强大的原技能。它改善你的人际关系，因为你不再对你爱的人过度反应；它改善你的职业生涯，因为你在压力下做出更清醒的决定。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保护你的内心城堡，确保你的安宁不被外面混乱的世界所绑架。通过掌握瞭望塔，你获得的力量是能动性的力量。你不再是事情发生于其上的一个客体，而成为决定如何航行生活的一个主体。反应是一种自我施加的奴役，深思熟虑的回应是个人主权的最高形式。你实施的每一次暂停都是对冲动暴政的独立宣言，它证明了你不是风暴，而是观察它经过的天空。这是被水流卷走和作为船长调整翻译利用风向，无论它从哪个方向吹来之间的区别。从今天开始训练，早上设定一个明确的意图。今天我将练习暂停，选择一个低风险的情况开始。也许是每次收到通知就想查看手机的冲动，感觉到冲动，但在拿起设备之前停下来，深呼吸，观察冲动，然后决定你是否真的想屈服于它。每一次小小的胜利都为你应对更大压力的时刻建立能力。记住，你正在建造一座塔，每一块自我意识的砖头都很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暂停将不再是一种努力，而是一种新的习惯，一种第二天性。它将成为你对抗冲动的自动防御，也是你通往智慧和持久平静的门户。每一天，你都会变得更善于登上你的塔。负面情绪的火警会响起，但你不会恐慌，而是会平静地走上台阶，以全景视角评估情况，并给出清晰有效的命令。你会注意到愤怒正在升起，但你会从一个安全的距离观察它，决定不用反应性的想法去喂养它。你会感觉到焦虑正在接近，但你会把它看作地平线上的云，而不是让自己被风暴卷走。这是1秒钟的力量，1秒钟的暂停，其中包含了终生安宁和自控的种子。它是你的瞭望哨，你内心安宁的沉默守护者。随着2分法之墙的建立和瞭望塔的矗立，你的堡垒已经相当强大。你知道应该把精力集中在哪里，并且有一个机制来确保你的回应是经过选择的，而不是自动的。但一个好的防御不仅仅是被动的，它也是主动的。它在敌人出现在地平线上之前就为战斗做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建造第3道城墙，一个许多人认为违反直觉，但斯多葛主义者认为对于不可动摇的韧性至关重要的结构。我们将要建立的第3道城墙是你的军火库。你将在这里储存的主要武器是一种强大且常被误解的斯多葛工具。负面想象，或称 premeditatio malorum。如果说其他城墙是关于如何应对发生的事情，那么这道墙则是关于主动为混乱做准备，以便当它来临时不会发现你毫无准备。这种练习在于每天花几分钟刻意地思考最坏的情景，不是以一种焦虑和受害者的方式，而是以一种平静、战略性和可控的方式。你想象失去你最珍视的东西，你的工作、你的财产、你的健康，甚至你爱的人。目标不是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而是一个坚固的现实主义者。内部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和及时的。
为什么一个心智正常的人会选择去想坏事？我们的自然倾向是排斥负面思想，追求快乐，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痛苦。我们生活在一个宣扬积极思考为万能解药的文化中，它告诉我们只去想象成功和幸福，负面想象似乎是病态的、违反直觉的，甚至危险的，好像仅仅想到坏事就会把它吸引过来。克服这种文化和心理上的抗拒是第一个挑战。需要明白，这不是一种担忧的练习，而是一种准备和欣赏的练习。就像消防演习一样，你模拟灾难，以便如果它真的发生，恐慌不会占据主导，把它看作一种心理疫苗。通过在你的想象中将自己暴露在小剂量、可控的不利情景中，你对它产生了情感上的免疫力。例如，当你思考失去工作的可能性时，这个想法就不再是一个躲在暗处的恐怖怪物，而变成了一个你可以开始思考解决方案的问题。你会做什么？更新你的简历，联系你的人脉网络，减少开支。这个练习消除了意外事件带来的冲击和恐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应急计划和一种准备就绪的感觉。正如塞涅卡所说，意料之外的事情有更具压倒性的效果，预料之中的事情则力量较小。你只是在训练自己不要措手不及。军火库的第二个，也许是更强大的功能，是极大的增加你对当前所拥有东西的感激之情。我们患有一种享乐适应症，我们很快就习惯了生活中的美好事物，直到它们变得无形。你不会每天醒来都为自己能行走，为你亲人的存在，或为你头顶的屋顶而感恩。你把这些东西视为理所当然，通过真诚的思考它们的缺失，即使只是一瞬间，你也会以清晰和欣赏的眼光重新看到它们。与家人共进早餐，在反思1分钟没有他们的生活会是怎样之后，变得无比珍贵。你的日常工作即使有其挑战，与失业的可能性相比，也变成了一个机会，而不是一个负担。想象一位负责一座城市生命线桥梁的工程师，一个疏忽的工程师只在晴天欣赏他的作品，想当然地认为他会永远存在。他避免去想地震、洪水或腐蚀。当不可避免的灾难发生时，桥梁倒塌，混乱随之而来。而斯多葛的工程师则以不同的方式操作，他花一部分时间积极地想象最坏的风暴、最强的冲击、最糟糕的结构失效情景。他这样做不是因为他讨厌他的桥，而是因为他爱它。正是这种练习促使他加固桥墩，使用更好的材料，并制定疏散计划。他遇见混乱不是为了绝望，而是为了建造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的结构。他的桥能在风暴中幸存下来，因为他已经在脑海中面对过它1000次了。你的生活就是那座桥，你的人际关系、你的事业、你的健康就是那些桥墩。负面想象的实践就是你的韧性工程工作。通过早上花1分钟想象工作中艰难的一天，你在心理上为更从容的处理压力做好了准备。通过反思生命的脆弱性，你感到有必要今天就以更友善和耐心的态度对待你周围的人。你停止推迟重要的对话，停止怀有小气的怨恨，因为你理解万物的无常。这种实践不会让你变得阴郁，它让你更活在当下，更感恩，并且为人类状况中不可避免的逆境做好了极大的准备。以实际的方式应用这个比喻，早上留出5分钟，静坐，选择你生活的一个领域，也许是你的人际关系，以一种平静和超然的方式想象它结束了，感受最初的痛苦、刺痛，但不要沉溺其中。相反，用它作为催化剂。首先，问问自己，我会如何处理？思考你会采取的实际步骤。然后，更重要的是，把你的思绪带回现在，意识到这个人仍然在你的生活中，让一股感激之情涌上心头。这种认知将如何改变你今天与他互动的方式？你会更耐心吗？更有爱心吗？更投入吗？这才是练习的真正目的。利用想象中的失去来珍视真实的拥有。这一点的结论是，负面想象的军火库将你从一个脆弱的乐观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有韧性的现实主义者。脆弱的乐观主义者依赖于事情总是一帆风顺，并在出现问题的第一个迹象时就崩溃了。
有韧性的现实主义者期望最好的结果，但为最坏的情况做好了准备。他的安宁不依赖于一个有利的结果，他不是在没有困难中找到幸福，而是在他面对困难的能力中找到幸福。这种实践将你从最大的暴君中解放出来，对未知的恐惧。当你在脑海中已经面对过最坏的情景时，现实很少会像你焦虑的想象那样可怕。你对自己处理生活所呈现的任何事物的能力产生了一种沉静的自信，这道内墙赋予你一种大多数人永远不会了解的宁静。当别人生活在一种岌岌可危的否认状态中，希望坏事永远不要发生时，你则睁大眼睛生活，意识到生命的脆弱，而这矛盾的让你更强大、更快乐。你学会了爱你的福分，而不拼命抓住它们。你建立了一个坚固的生活，不是因为你消除了风险，而是因为你遇见并为之做好了准备。你的堡垒不再是一座玻璃城堡，而是一座石头城堡，建造来不仅抵御好天气，还要抵御最严酷的风暴。你成为一名准备就绪的战士，真是和平，但不畏惧战争。慢慢开始，第一天不必思考死亡，从小事做起。想象你丢了钱包，想象你在开会前把咖啡洒在了衬衫上，想象你的航班被取消了。用这些想象中的小麻烦来训练你的情感和实际反应。当你感觉更舒服时，你可以转向更重要的情景。记住，目标不是折磨自己，而是强化自己。这是一种关于力量、控制以及最重要的是深刻感激的练习。通过用这种实践来装备你的军火库，你确保了你的内心堡垒不仅能抵御攻击，而且每天都在变得更强大，准备好迎接命运可能带来的任何围攻。你成为自己韧性训练的主人，你不是等待生活给你一个沉重的教训，而是提前预测并在你的头脑中创造一个受控的模拟环境。你按照自己的方式测试自己，加强自己并为自己做准备。这与焦虑正好相反。焦虑是对负面未来的被动、失控的担忧，斯多葛的负面想象是为任何可能的未来做出的主动、可控的准备。前者削弱你，后者强化你。通过掌握这个工具，你为你的内部安全系统增加了最复杂和最强大的防御之一，使你的城堡成为力量与安宁的堡垒。当事情真的出错时，这种练习的力量体现在你所展现的平静中。当别人恐慌崩溃时，你以一种看似超人的清晰和效率运作，但这并非超自然，这仅仅是严格和刻意训练的结果。你以前已经经历过了，在你的脑海里，你已经绘制了逆境领域的地图。意料之外的事情不会让你动摇，因为对你来说，很少有事情是真正意料之外的。这是一种沉静的力量，源于一个不惧怕未来的人，因为他在现在就为之做好了准备。随着二分法、战略性暂停和军火库的城墙被建立起来，你的堡垒几乎完成了。你知道该专注于什么，如何回应，以及如何准备。只剩下一个关键要素：持续维护和改进的系统。一个不被定期检查和加固的堡垒最终会崩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我们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结构，确保你的防御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强，而不是更弱的日常记录。第四道也是最后一道城墙，保证了整个结构完整性的是战斗日志。这是你的夜晚反思实践。一个堡垒无论建造的多好，都需要持续的维护。它需要一个工程师在每天结束时检查城墙，识别裂缝，并计划修复。这就是你的日志的功能。它不是记录感受或事件，而是对你作为城堡守护者表现的战略性分析。每天晚上睡觉前，你向自己提出一系列直接的问题，就像一个将军在一天战役后分析地图一样。目标不是内疚，而是调整。这是你的持续改进系统。这些问题受到艾比克泰德和塞涅卡教会的启发，简单而直接。第一，我今天在哪里失败了？你在哪里允许了一个反应性的情绪接管了控制权？你在哪里将精力浪费在了不可控的圈子里？你在哪里忘记了练习暂停？你必须对自己极其诚实，但不要自虐。目标是识别城墙上的缺陷。第二，我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你在哪里以美德行事？
你在哪里在压力下保持了冷静？你在哪里成功地应用了斯多葛原则？这对于强化正确的行为至关重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为了明天调整我的策略，我能学到什么教训？没有行动的反思是无用的，每一个错误都变成一个教训，每一个成功都成为一个可复制的模型。内部的冲突是疲惫和对自我检查的厌恶。在漫长而疲惫的一天结束时，你的头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进行严格的分析工作。仅仅通过被动娱乐来关机的诱惑是巨大的。此外，审视自己的失败可能会让人不舒服。自我不喜欢被近距离审视，他更喜欢完美的幻觉或方便的无知。战斗日志的实践要求有纪律来克服惰性，有勇气来面对自己的不完美。这是无人看见的艰苦而沉默的工作，但它产生了最明显的结果。这是在生活游戏中区分业余爱好者和专业人士的地方。未经训练的心智避免反思，因为他害怕可能会发现的东西。他更喜欢将其失败归咎于他人或环境。我发脾气是因为我的同事挑衅，我感到焦虑是因为会议压力很大。战斗日志迫使你承担全部责任。他将焦点从外部归咎转向内部分析。问题不是谁让我做出反应，而是我为什么选择那样反应。这种视角的转变是根本性的。他承认，虽然你无法控制事件，但你对你的回应负有全部责任。这种彻底的责任感是你所有改变和个人成长力量的源泉。想象一下，一位精英飞行员在一次复杂的训练飞行之后，他不会降落飞机后直接回家，他会去一个数值室，在那里，他和他的团队会回顾飞行的每一秒。他们分析数据、决策、险些发生的事故和成功之处，沟通在哪里出了问题，机动在哪里可以更精确，在压力下什么运作的完美。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互相指责，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在空中错误的余地是零。每一次反思，每一次调整，每一次在模拟器或训练中学到的教训，都是在真实危机发生时让他们保持生存和效率的原因。你的战斗日志就是你个人为日常生活这一每日任务设置的数值式。通过采纳这种做法，你将每一天无论好坏都变成了训练材料。一个你惨败并对所有事情都做出反应的日子不再是浪费的一天，它变成了一个关于你的弱点和触发点的金矿。你在你的日志中分析它，并提取宝贵的教训。这些教训将在明天让你变得更强大。一个你成功并在困难情况下保持冷静的日子也不会被忽视。你分析它以了解为什么它奏效了，以便将来可以复制这一策略。生活不再是一系列随机的事件，而变成了一个为你的成长完美定制的训练课程。你成为你自己的教练，你自己的导师，你自己的将军。以具体的方式应用飞行员的比喻，不需要写一篇长篇大论，3句话就足够了。夜复一夜，记下你的观察。失败。当我收到客户的邮件时，我愤怒地做出了反应。成功。在回复之前，我使用了呼吸暂停。教训。明天。当一封具有挑战性的邮件到来时，在考虑回复之前，我会离开电脑5分钟。这个简单的练习，如果持续进行，会创造一个强大的反馈循环。你开始看到你行为中的模式，你识别出反复出现的触发点，然后缓慢但肯定的，你开始调整你内部的操作系统，修复错误并优化代码。结论是，战斗日志确保了你的堡垒不会成为一个静态的废墟，而是一个活的、适应性强的结构。它是将哲学从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变为一个日常的、可衡量的实践的机制。没有反思就没有学习，没有学习就没有成长。你将被注定无限期的重复同样的错误，却期望不同的结果。日志打破了这个循环，它确保你每天结束时都比开始时更聪明一点，更强大一点，准备得更充分一点。它将时间从一个消耗你的敌人变成一个提升你的盟友。这最后一堵墙赋予你刻意自我修正的力量。你成为一个学习和进化的系统。大多数人一生都在自动驾驶模式下度过，被他们的经历被动地塑造。相反，你将利用你的经历来积极地将自己塑造成你想成为的人。
你的韧性、你的冷静和你的自控将不再是偶然的，它们将是一个个人工程项目的结果，日复一日的被精炼和加固。这是真正的心智建筑师的标志，不是没有失败，而是对分析和改进的坚定不移的承诺。过程就是奖赏，仅仅是每晚留出这几分钟的简单实践本身，就是一种自律和自我同情的行为。这是你把自己当做一个值得改进的人的时刻，这是对你自己安宁的最终承诺。战斗日志不仅仅是关于记录过去，它是关于设计未来。每一个条目都是你堡垒中的又一块砖，是刻在石头上的一刻，确保今天的战斗成为明天的智慧。它是守护所有其他城墙的城墙，确保你内心的城堡坚不可摧。随着这第4道城墙的建立，结构完成了，你有了2分法之墙来集中你的精力，瞭望塔来选择你的回应，军火库来为混乱做准备，以及战斗日志来持续学习和进化。你不再拥有一堆技巧，而是一个用于安宁和内在力量的完整操作系统。你拥有了蓝图、工具和建造方法。现在唯一剩下的问题是你日复一日的投入工作的承诺。建造你的堡垒是你一生的伟大工程，最终你成为情感工程师，内心城堡的守护者。你的冷静不再是一个依赖于无问题之日的幸运意外，而是你刻意的一砖一瓦的建造起来的结构。你的力量不需要大声宣告，它体现在你沉静的稳定中，在你吸收生活冲击而不失中心的能力中。你无法控制事件，但你主宰了唯一一直以来都在你掌握之中的东西，你对他们的回应。在那种主宰中，你不仅找到了和平，还找到了一种将引导你穿越任何风暴的沉静而不可动摇的力量。旅程已经完成，你内心堡垒的蓝图已经交付。你现在拥有了实现不可动摇的安宁所必须的4道城墙，2分法之墙，将你的精力只集中在你所能控制的事情上。瞭望塔创造出将反应转变为回应的空间。军火库主动为混乱做准备并培养感激之情，以及战斗日志确保你的防御持续改进。这些不仅仅是想法，它们是实用的工具，一个用于工程设计你自己和平的完整系统。现在你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你可以将此信息视为短暂的娱乐，或者你可以做出成为建筑师的决定。选择权在你，且只在你手中。你会继续做风中之夜，还是今天就开始建造那座山？你的堡垒的建造始于一个单一的决定，一个刻意承诺的第一个行动。因此，这不是一个请求，而是一个实践的邀请。如果你读到了这里，你属于一个寻求超越简单解决方案的精选群体，你寻求的是自我掌控。现在就宣布你的承诺，到评论区写下那句将成为你新咒语的句子：我掌控我的心智。这不仅仅是一条评论，这是你与自己的安宁签署的第一份合同，是你决定的公开见证。为了让我们知道在这个社区里谁是真正的建筑师，请加上一句话：我坚持到了最后。点赞以印证这份承诺，并订阅以继续接收这项伟大工程的工具。最后，请记住，一座城堡的力量也在于其帮助保护周围领土的能力。你认识某个正在挣扎的人，某个被自己反应性情绪所绑架的人，某个如果收到这些同样的蓝图会大为受益的人。分享这段视频的行为不是为了帮助一个频道成长，它是向另一个人伸出援手，并为他们提供解放的工具。成为那个你可能未曾拥有的向导，将这条信息发送给一个需要它的人。通过这样做，你不仅帮助了他人，还强化了你自己作为一个在混乱世界中冷静与力量的灯塔的身份。建设已经开始，工作是你的。